28号。那我们的讲师群今天会有4位讲师，然后听说还有隐藏版的哈，就会来这边跟大家做那个 Q&A 的伙伴。那我们这时间点，我们就直接来邀请我们4位讲师喽。谁要先优先来？我们请。我先。好哦，麻烦喽。好，各位伙伴，各位团长，各位伙伴，晚上好。那我是小中团的易婷，那今天由我做开场。那这是接上礼拜的内容，就是韩讯的进化史之2。好，那就是怕大家有点忘记上次的内容，那我就会快速的，就是带大家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上周的内容。好，那之前有提到过，就是我们13年来，就是每一年的韩讯都有举办，然后 ABC 团各举办了不同的年，就是不同次数，但我们一直就是不会放弃这个活动。那就算是当初疫情啊，我们也是继续把这个活动就是顺利的办下来。那我们这里有6次的联团记录，就是包含有可能是工作人员联团啊，或者是有学员联团。对，就是相当的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也在去年度有获得教育部的计划经费，因为我们也开始就是尝试着去申请看看，就是国家的一些经费，对，然后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应对营期之间的使用。然后呢，我们有统计就是历年参加的人数，就是其实非常多人的，像学员的话大概就是500多个人。那当然就是有些人是参加过 A 团，然后再回来参加 C 团，所以这是累计的人次这样。好，那我们一开始前面有提到过，就是这次我们每次韩讯都有个不同的目标，那主要就是以这6大为主。那也开始提到说，我们服务员就是我们罗服啊服务员回去帮忙办理这个营队，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不管是在办营队的技巧上面啊、技能上面，或是处理事情方面。那团长在不同在每一年的韩训都会有就是跟工人宣达的事项，然后也希望就是工作人员在每一次的活动中都可以有所进步，跟就是不一样的体会，而不是单单只是做完这一件就是很像例行性的事情而已。然后团长也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能学会项目管理，然后以及就是自我决定，然后这2个就没有就不再多叙述。那今年度的活动也提到了就是英雄之旅，然后以及准备，就是包含了我们每一次办活动，或是我们每一次参加活动都可以抱有的这一些不管是心情啊，或是这些准备，然后去面对，不管是我们是志在参加，还是我们是作为服务的角度去服务这一些学员，或是服务整个团队。那这次呢，也是有使用到之前就是美国的上将就是提议的话，就让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有所就激励我们。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各组，就执行长的话呢，就是带领团队，然后制定我们营队的目标，然后招募核心干部，然后联队长主要就是执行长跟各组之间的沟通事项，然后行政是就大家比较熟识一下文书方面。那我们这次近年来也开始就是有制作引报，就是让学员们啊，让家长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分团里面呢，可能有不同活动，然后不同的体会，就可以互相做交流。那还有财务组、教务组，然后教务组的话呢，就是他们会比较像是第三方客观的角度去看每个活动的日程，然后确保这些活动是有达到执行长所提出的目的以及目标的。那事务组当然就是器材啊、场地规划，还有配给组。那我们学员部分分3个分团，就是 A、B、C 团。那上次呢也有提到 A 团的部分，然后因为 A 团就是我们的算是新进的团员，算是新生，那我们就会从技能啊，或者是团队合作，让他们慢慢的建立起来，让他们慢慢熟识彼此。那 B 团呢，等下就会开始介绍 B 团、C 团。B 团呢，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那他们就是
我们在每一次的寒训当中呢，就希望给他们不一样的挑战，而不是到 B 团你还要做 A 团的事情，这样就是有点，就是有一点显得无趣了。所以呢，B 团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挑战，像是异地露营。那 C 团呢，他们已经经历过 A、B 团的年纪了，所以他们又会有更进一步的挑战去等待他们。那这次呢，今年比较特别，就是我们除了以往的有小队时间啊、自行感谢的时间以外呢，我们还加上 SDGs 的活动，就是配合就是现在国际永续的趋势。好，那我们就开始就是请我们 B 团来跟我们介绍他们在设计活动上面啊，跟 A 团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邀请周玉婷伙伴。好，各位团长、各位伙伴，大家晚安。我是甲中团的玉婷，大家可以叫我玉米。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B 团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好，然后在开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B 团主要是让大家 B 团主要是给参加过 A 团的学员来参加的。好，帮我下一页。那 B 团主要是做什么呢 ？B 团主要是要让他们完成21公里的徒步旅行。好，再帮我下一页。那 B 团的徒步旅行，今年跟以往有什么差别？以往我们是叫做移动旅行，其实我自己认为它是移动旅行，不是真正的徒步旅行，因为我们在旅行的途中还有使用到一些交通工具。但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全程都是靠双脚去把它走完。那为什么只有今年才开始靠双脚去走完？其实以前就想要做双脚的徒步旅行，但是因为以前的交通人车共道的关系，如果全程都做徒步旅行的话，危险性比较高。但随着科技它不断在进步，然后道路变更以后，我们就又可以回到一开始的这个主轴，就是徒步旅行。好，帮我下一页。那么徒步旅行就是它是给A 团的旅行做延伸，然后我们会使用指示性的方式来引导他们走到最终的目的地。但为什么要用指示性的方式？就其实它有点像是在解一个主线任务，就是在做这主线任务的途中，你会更加了解伙伴，然后可以一起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一起去寻找关于这个路程中的小彩蛋。那么在开始徒步旅行之前，他们一定要学会一些技能。首先，第一项必须要学会的是定位技术。定位技术，今年的定位技术，教了他们地图的判读，以及帮助他们复习的16方位角，以及复习石北针的使用方法。那么教他们这个，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次的旅途，来提高成功走到目的地的胜率。好，帮我下一页。那么除了就是单论定位技术一定不够嘛，我们还要再教会他们旅行中必须要有一些像是 LNT 风险处理跟团队契约。那为什么要特别教这3项呢？ LNT 就是在开始旅途之前，必须要让他们学会对于旅途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以及有哪些东西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讨，但是其实他们还不知道的。那其实交流LNT这个过程中还蛮有成就感的。一开始我们只是想说要带给他们一些可能跟旅途有关的事情，然后看他们能够吸收多少。但最终我们在旅途中有讲到其中 LNT 其中有一点是在讲环境负载力。那他们在旅途中看到橘子皮的时候，就我们走路走一走，走，因为我们走的是大溪河畔，那边其实是还蛮多人的运动胜地。大家有时候吃水果，可能像橘子皮，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橘子皮。大家吃完橘子以后，就把橘子皮直接丢在路边，大家都想说，那是水果嘛，没有关系，水果皮就放在草地上，让它自然复原就好。但其实
这会影响那个区域的环境负载力。然后为什么说它很有成就感呢？是因为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只要看到橘子皮，就说6个月，6个月。那6个月是什么意思？6个就是这个橘子皮放在这块土地上，它需要分解的时间。好，那么第二项是风险处理。在开始这趟旅途之前，因为要走21公里，其实不管是对于他们，或是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一件很大的挑战。毕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突然间要走21公里，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一下。那了解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可以提高他们的成功率。我们通常会让他们分成3个层级，就是绿色、黄色跟红色，然后让他们来避免旅途中有哪些是我们一定不希望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人车追撞啊，这是我们一定不希望发生的。那么第3点是团队契约，团队契约主要是帮助让他们能够在开始旅途之前更加了解周围的伙伴，因为平常大家可能就只是一起露营、一起生活，其实不会太知道，可能你有某一些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的事情。在团队契约上，我们会先让他们盖上自己的手掌，然后在手掌中间写下自己的姓名或是绰号，然后其中大拇指写下你对于这次小队的期待，然后食指写下专业，中指写下弱点，无名指写下想要大家怎么跟你相处，以及小拇指写下你不喜欢别人对你怎么样，写下自己的雷点，可以帮助他们在这趟旅途中，大家都可以善用。比如说，我知道某一个人他什么能力特别强，我就可以善用这些能力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旅途。以及我知道大家有什么雷点，什么不能碰的地方，可以避免争吵，跟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他。这样，好，帮我下一页。那么徒步旅行，刚刚有说到个人炉具，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这张图，就是我们在没有禁火标示的空旷场地中进行午餐炊事，然后他们所使用的底下的那个小炉子，就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个人炉具。然后炊事方式主要是用烧开热水来泡开干燥饭，因为是移动旅行，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伙食处理。那么我们这一次终于抵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大溪的阿阳林场。就是其实他们9点就出发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走了18公里，抵达到大溪的时候已经天都黑了，就是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7点左右。然后右边这张图是这一次第2天的旅行，然后是做大溪的实境解谜，然后他们到福伦宫去寄放行李。那很幸运的是，福伦宫这一次刚好有这个舞龙舞狮的体验活动，所以就在那边做一个纪念，还让他们体验了舞龙舞狮。好，帮我下一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那张105年的寒训是我当 B 团小队员的时候参加的寒训日程表，然后右边的114年寒训是我今年当上队服以后的寒训日程表。就这中间，我们一直有在不断的改善寒训的 B 团，想象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这趟有限的旅途中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这趟旅途主要是想要让他们了解旅途的困难，然后旅途的困难性以及风险，然后一起去分享成功走完后的喜悦。最重要的是，就是这趟旅途其实单凭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就是想要让他们知道，只要大家在一起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好，那么 B 团到这边结束。好，那接下来是 C 团的部分。那 C 团又跟 B 团比较不一样，因为 C 团的学员们他们已经都经历过了一开始 A 团
就是学习技能，疯狂的学习技能以及团队建立。那也经历过了 B 团，就是他们一起走出去冒险，对，然后什么事就是要靠自己，靠彼此。那接下来他们就是进到了 C 团，又有不一样的挑战。好，那 C 团在活动设计的考量上面呢，有3大的特点。像第一个的话，我们还是会遵循就是总团就是执行长所设定的含蓄的目标，我们会以这个为主体，然后再去延伸。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参与人员的困境。为什么会说困境呢？等下后面就可以知道，就是这也是 C 团的学员们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那再来第三个就是队服会提供协助，毕竟队服不太像是 A 团、AB 团那种对小队服，就是时时刻刻在你旁边提醒你该做什么。而 C 团的队服呢，就是比较像是顾问的角色，对，会是以学员们他们自己讨论出来的东西为主，顾问就是在一旁，可能就是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才会提供协助。那这次的 C 团呢，就包含9年级的童军2位，然后跟高1的新艺。那我们 C 团呢，主要就是让他们要独立运作，然后可以完整的就是做出一整个活动的计划。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工作人员群组，就类似那种有行政啊、财务事务等等的。那他们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只会遵循着营本部的一些部分事项，像是我们的营货或是旅行报告这种比较大的事项，他们会跟总团一样。那其余的部分都是由他们自己去设计的，他们要自己去讨论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然后想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也就是他们到 C 团这里呢，他们所会遇到的挑战。那有分为3大部分。那在生活技能，当然就是一些炊事啊、营建、营货等等的。那他们在之前 AB 团训练都是相当的充足。那这 C 团挑战就是有关生涯规划的部分，就是也包含了就是他们要自己去讨论，然后自己去设计整个活动。那队服呢，就是在一旁比较像是带领他们思考跟引导他们。那再来的话也会有就是结合了讲师，那今年讲师是钟宏团长，然后他带领了 C 团的伙伴们呢，就是学习一些特别的炊事活动，然后还有比较像是实验的部分，就是活塞的点火器。好，那前面刚刚有提到说 C 团他们都是以自己设计活动为主，那接下来就大项的介绍一下他们这次设计的活动。那第一个大活动呢是我的地图，那有包含几个项目，像第一个呢就是让他回顾从以前到现在有经历过的重要事件，然后以及他有什么成就感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回忆，因为毕竟我们都说是过去创造了现在的自己，那当然过去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那就可以在这个部分让他们进行回忆。然后之后有不同2个计划，第一个奥德赛计划就是让他们设计3种人生版本，就让他们可以发挥以自己为主体，然后去发挥去做想象。然后再是9宫格计划，就是你从这些那么多的人生的想法目标当中呢，你选择一个，然后去延伸开来，你要怎么去实现，然后以及你在实现当中呢会有什么需求。那也是透过这些的活动的规划，让他知道这一路走来的种种的经历跟过程，然后让他们知道未来可能有比较具体的方向跟目标。那左边这边呢就是讲设范例，就是他可以写到他从过去2022年到2024年，那他的每个人生当中重要的计划。那红色的话就是他在这当中可以体验到开心的程度，对。然后在右边这边9宫格计划，不知道各位伙伴有没有听过大谷翔平？那他之前在9宫格的目标达成法里面，就是类似这种方式。他在一开始中间的9宫格里面，中间会有个最中心的目标。那像这位学员，他是想要环游世界，那周围的其他的8个格子呢，就是你环游世界所需要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这9宫格继续做延伸，像把装备这一项，然后再延伸到第2个9宫格。那
装备的话，就是第2个9宫格的正中心。那去这样做颜色的话，可以让他知道哦，那他每一个所需要的小项目，是不是又有更多的细项是需要去完成跟准备的？可以让他们在这之中，就是知道这件事情要如何的去做规划，然后以及就是更去思考这件事情背后需要写什么东西以及什么准备。那再的话呢，他们有旅行，就像是 AB 团会有不同的旅行一样。那他们的旅行主要是以队服，就是会有设计小活动，然后他们在旅行当中呢，去完成这些任务，然后从中进行一些反思啊，或是去做分享。那这次呢，因为我们就是呼应了 SDGs 17项的这个永续的目标，那所以这次的活动的任务呢，也是跟这17项是有关系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接到讲师，就是中红团长就是带领的部分。那像这次他们就是有自制的木煤气炉，然后就是以他们整个这次营期的炊事的主要的项目，然后还有活塞点火器，就是带有科学的成分，然后他们可以用简单的科学原理，然后去做一些尝试。那再来的话，就是他们有炊事，就是用刚刚的木煤气罐，然后以及点火器，然后就进行炊事。那像可以看到右下角这张图，就是他们整个炊事的一个状况。其实他们那时候做的非常完整，对，照片可能看不出来，就是你现场看的话会觉得很壮观。那这延续到就是2012年的，就是韩训的内容，就是做呼应，就我们会把觉得感觉很有趣啊、很有意义的东西，然后继续就是做延伸下来，然后可能额外再加一些不同的项目，就不同的创新。好，那接下来刚刚就是以队服的角度去看这个 C 团的筹备啊，C 团的规划。那接下来邀请若晴伙伴，这是 C 团的，就是他们学员的总召，然后也是就是参加过 C 团今年这次的活动，然后请他分享他以他的视角，然后整个 C 团的活动规划呀等等的想法跟心得。好，大家好，我是廖若晴，是这次 C 团的总召。然后现在投影片上面这个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日程表。C 团的是4天3夜这样子，然后我们活动包含刚刚提到的木煤气炉制作，还有生火蹦蹦蹦，就是那个活塞点火器的那个课程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小波学姐，就是队服，她带领我们的那个有点类似生涯规划的课程这样子。然后我家的地图就是旅行，对，然后再就是旅行报告，然后帮忙搭引火，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次活动日程表就是里面的活动，因为我今年是高一，然后我第一次参加韩训的 C 团，所以这次的活动内容大部分都是我和小波学姐还有团长周红团长一起讨论，然后出来这样。然后大部分的活动也是由周红团长或者是小波学姐带领这样子。一婷学姐可以帮我消除。对，好，再来这张是我们的这次韩训的记账表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次韩训4天3夜，然后每个人的收费是1500元，这样。好，然后详细的收入支出如图。大概就这样。我要插一下话，那个讲师费的部分，对啊，你就讲一下。自己团的团长还收钱吗？没有啊，那是为了要自己讲一下。就是为了要怎么说，就是让钱不要剩下那么多。
不是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有可能会让有些人在一些专门的项目会外聘讲师，所以我们一向都有列这个费用。那团内的团长来上课，讲师费当然是因为行政要跑嘛，我们当然是会捐回去给你们集团用嘛，对吧？好，就是这个讲师费我们是交给中宏团长，然后中宏团长再回捐给我们的行艺团的团费这样子，所以他的收就没有列在 C 团的那个收支表里面，这样子。再来这个是我们韩讯，就是韩讯回馈表单的满意度调查，这样子。我们这次韩讯实际出席的人数是7个人，就是韩讯 C 团实际出席的人数是7个人这样子。然后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次韩讯的整体而言是算充实的好玩的一个活动，这样。然后再来这次的营地生活，我们韩讯 C 团的营地生活跟 AB 团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次有比较稍微多一点的营地工程，就是我们有搭高架灶，这样，然后有用那个灶来生火煮饭，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学到了方回节的比较快速的打法，这样子。然后这是针对这次营地生活大家的满意度，对，然后大家整体而言回馈也是不错，是价格，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人是1500元嘛，然后大家的看法是，大家都觉得还算合理，就是在合理到便宜之间，大部分人的想法是这样。再来是这次的课程，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次的课程好玩，然后学到很多。再来这次韩讯最喜欢的课程，有3个人最喜欢这次的旅行。我们这次的旅行是学姐在前一天先给我们分成2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就是各自决定自己的目的地，还有要在旅途中完成的任务，这样子算是一个比较新也比较自由的旅行方法。对，所以另外4个人呢，有人喜欢生火蹦蹦蹦，就是那个活塞点火器，然后我的地图就是学姐带的生涯规划的课程 ，SDGs 桌游就是好像没有放上，就是那个是 ABC 团加上工作的人这次韩讯全部人一起进行的活动，就是用桌游来去学习了解 SDGs 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人喜欢木煤气炉的制作。再来对这次餐食的满意度这个没改到，没关系，反正呢，对，大部分人就是在还可以跟好之间。好，那最多人喜欢的当然就是大餐，烤鸡、烤鱼，对，谁不喜欢？对，还有一个人喜欢我们早餐做的法式吐司，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我们第2天的晚餐是葱油拌面，这样。然后再来是我个人的心得的，因为我没有参加过 A 团，所以我是从我 B 团的经验来讲。B 团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徒步旅行嘛。对我而言，这个 B 团最大的考验就是体力要好，因为要背背包，然后又要一直走路，这真的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强的挑战。这样，但是到 C 团就不一样 ，C 团它挑战的不只是体力 ，C 团我觉得它挑战我的脑力加我的意志力加我的领导能力，再加我的管理能力和体力。脑力就是活动开始前要先想我们要做什么，要规划什么，就是关于筹备活动。然后意志力就是因为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一开始是因为我
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到后来好不容易有一点想法之后，但是呢，就是有伙伴临时家里有事，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样子，一直到活动的前2天还1天都有人传讯息给我说，学姐不好意思，我不能去了。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其实还蛮大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临时找的干部，但是后来不能出席的情况，所以这个对我而言是真的很大的挑战。这样子，然后领导能力的部分是，因为我这次是 C 团的总召，然后外加有点像是露营活动中的小队长这样子。领导能力就是包含要带领 C 团的干部们做事情，还有再加上露营的时候要带领小队员，管理能力也是一样的。然后体力就是露营活动中需要用到的体力。然后照片的部分呢，右上这张图是我参加一团的时候，我们在大溪老街旁边一个加油站拍的照片，这样。然后右下这张是 C 团的时候，我们旅行也有我们这个小组，我们有到大溪老街外面那边，所以我们就去找了之前拍照的那个点，然后再拍了一张。对，这是 B 团跟 C 团的是一个对比。然后左边这2张图，一张是 B 团时候的大家的合照，然后一张是 C 团的合照，这样子。左边这张是 B 团的，右边这张是 C 团的。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活动心得，就是我活动结束的时候打，字有点多，对，好。反正就是因为在这次筹备期间，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就是包含刚提到的临时人退出，或者是我自己其实也有时候会没有什么头绪，或者有点状况外这样，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时间又卡到期末考，在寒训之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压力很大，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做这个真的有意义吗？大家真的想来吗？然后我做的累死累活，然后大家都那么辛苦，会不会到最后很无聊，然后没有人想来，下次就这个拜拜之类的。反正那段时间我真的想的超多，我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希望明天早上起床世界就毁灭吧，我就不用面对这些东西了。但是在寒训真的开始露营之后，我的心情反而变得平静，就是虽然那些问题还是没有消失，它还在那里，但是我自己就变得比较平静一点，因为反正露营都开始了，还能怎样？就让他去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对，然后再加上这次来的人，不管是高一的干部，或者是9年级的小队员们，大家都非常认真，非常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次的寒训，然后小队员和干部也都非常尽力的配合。所以这次寒训就是 C 团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这样，对，然后最后是感谢，就是谢谢团长跟小郭学姐在筹备期间还有寒训进行时候的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对，没有你们的话，这次活动不太可能成型。这样，然后再来要谢谢这次寒训帮忙 C 团的干部们。对，不管是一开始就自愿担当，还是临时被我拖上阵，对，大家都很辛苦，大家也都很尽力，这样子。然后还有感谢这次在寒训期间愿意配合我指令的小队员，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且认真投入完成各种挑战，这样才能让这个活动大家愉快的、顺利的进行，这样。然后最后我要感谢我自己，没有中途放弃，没有就是临时绕跑，就是我最后我有办法撑到寒训的开始，然后撑到最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对，好，
那谢谢若晴。那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因为其实当工作人久了，然后每次我们在规划不同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当然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有新的尝试、新的呈现。但是呢，我们往往会不太清楚，就是学员这边他们体会的是什么。那其实可以借由若晴他的，就是从 B 团到 C 团的心得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次在做的改变，然后对于学员们他们都有不同的，就是当然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尝试，然后他们也可以从就是我们不同阶段的活动设计当中，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进步。然后我觉得这是，但是整个营队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学弟妹们，然后我们的学员就可以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进步，然后慢慢成为可能未来的我们。对，那最后的话呢，邀请钟宏团长，然后帮就是我们整个寒训的活动啊、筹备等等的，就做一个就是结论跟结尾。等一下，做话。好，那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上来分享给大家，这是我们的活动的进行的方式啊。那就像我们之前，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上来讲寒训的。那就像这个 PPT 我们这一页啊，就是这13年来，我们仍然是在一起。好，那有伙伴，我们这次回来的伙伴有些是没有生团的，没有在我们的罗浮群里面，但是因为这个伙伴情谊的关系，我们就是邀请他回来帮忙啊。他们有蛮多的回来支援有人就是主要是支援后勤的部分，因为他们没有再继续参加同军活动，所以他们说他们可能对于技能啊，对于现在的一些观念的趋势可能会不一样，但他们都会很愿意做幕后除了可能是事务组啦，或者是配给啦，其实我们的文书作业。我们营报嘛，我们很骄傲，我们这个营报有没有也有伙伴是事前在帮忙做了营报的版。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在上一集分享的，就是那个领导嘛，就是带领一群优秀的人，然后帮他们做到最好。所以我就是最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就是召集他们，然后给他们能负担的工作。然后给他们弹性，让他们去发挥，然后帮助他们在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扮演的角色做到最好这样子。那这一页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我们童军的那个一日童军不算名言这个大家都讲的一日童军就 once a scout always a scout。对，我都会跟我的团员说，我们要一日童军一世童军。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一日童军，不需要去日童军。那太可怕，压力太大。这样，所以我觉得以我们就是有时间、有能力、有兴趣，可以一直待在童军的这个团体里面。我们说生团啦，然后变成服务员啦这些，那没有办法坚持，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待在这个团体里面，没关系，一世童军嘛。当你的母团或者是整个童军活动需要你的时候，你刚好有空。这个时间点上有空，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可以，你愿意来投身这个服务的工作。当然，这也不是只有现在限定在童军活动这一块上面。那就像很多的一些学校的，比如说仪队嘛，他们都有一些校友的仪队嘛，就是可能10周年、20周年之后，你会看到一些校友的大学长或大学姐，有没有可能40岁、50岁了？是横跨好几个年度，还会回来一起为了校庆做操演，或者是校友的演出做操演这样子。他们有毕业之后可能没有在任何的仪队的那个团队内的，但是当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来这样子。好，那我们下一页，这是我们的那个寒训的手册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第1年办的时候是102年，那个时候的手册长那样。好，那这个图是请伙伴帮忙画的，请我们朋友帮忙画的。好，那时候我们在第1年寒训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概念，单纯就只是我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用到露营我们有萤火，然后有童军技能，因为是终极考验嘛，
那终极考验里面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关卡就是双旗，好，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找还有一些什么植物要辨识嘛，就是要辨识什么5种以上的植物，然后是终极的进程项目。那所以我们就弄了这样的图，好，就是有露营啊，有植物辨识啊，有双旗啊，有方位啊这些东西代表。然后封面图也是没想到，反正就弄一个，就说弄一个轻松一点的、清新一点的这个封面，这样是第一年，2002年。然后有了1年的经验之后，那一年就是第一届学生啊，然后这时候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朋友啊，伙伴。然后第2年103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有一个系列。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封面好像感觉跟天气不太搭哈，我们要不要想个什么一个主题？然后后来就决定了这样的一个封面啊，还就是冬天的感觉，这样冬天的封面啊。那因为有露营，然后有炊事啊，然后那个为什么会是狮子骑脚踏车哈？那就是那个原本的 B 团的第1年的 B 团原本要他们骑脚踏车啦，原本要骑脚踏车啦，脚踏车旅行，反正就这样。好，然后再来就延续下去了，这个封面就延续下去了。只是大家会发现，后面怎么只剩下野炊了，然后搭帐篷了，跟那个手上拿着鱼的那只狮子，因为帮忙画图的伙伴，最原始的作者那个伙伴，后续就没有继续在我们的团队内了。对，那经过他本人同意啊，我们还是继续可以使用他的这个封面。那只是说，因为他就没有在我们团队内，我就不好意思叫他每年都画新的图了，所以我们就在第3年，就104年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次把他的图，就是把他的图就是定型下来，然后只有上面的字，反正就是可以修改，然后整个图就是定了。然后105年的时候又有一点神奇，但105年的时候是106年是不是第一次有 C 团？我有点忘了，一定好像是 C 团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把这个手册行政工作交给当时的行义伙伴。那我跟他们说可以改，因为这个毕竟画这个手册封面的不是我的朋友啦，是别的团的团长，对，别的团长，对。那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封面的话，你们可以用，也可以用。那他们当时就有答应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他们自己提的，我有点忘了。但是后面做出来的成果是长这样，就是这样。那当年就这样，对，而且还是有一点，我记得好像到了那个第0天的时候，其实封面还没有出来。对，反正就是有一些当时的伙伴有一些状况啊，没有在工作的那个状态上，那所以就临时的一个封面。好，然后所以到了隔年，因为没有改版成功嘛，所以我们就继续用这个封面。你看，就是106、107、108、109、110，然后等，一直到112。好，112的时候呢，就是10年，整整10周年了。整整10周年，1、2、3、4、5、6，1、2、3、4、6、7、8、9、10、11，对，10周年嘛，就第11年，10周年了。那我们就说，好像10周年的时候，真的要来改一下。好，然后刚好这是乙娟画的吧？是乙娟吗？还是别的学妹画的？我忘了，就是当时的伙伴啊，有人蛮会画图的，然后我就找他在行政组，我们的行政组里面有美娟在行政组里面嘛，就找他专门来画那一年的，是学妹啊，那是那个谁吗？那个陈柔颖嘛，是不是？对，陈柔颖，好，我们就找了一个人，那当时他是考美术班啊。他那个学生很厉害，很会画图，他进美术班，然后那时候请他来画，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是我们团员出身的嘛，然后他就学着他，我就说你想想看，你寒训的时候最有印象、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就是这个围在一起生活这件事，所以他就好，我就说那你就画这个主题，画这个主题，然后背景就是像继续用冬天的，其实我们有个想法，就是春夏秋冬我们不是都会露营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4种主题的颜色，什么蓝色啊、绿色啊，春夏秋冬绿色啊，然后对不起，粉红色啊春天，然后绿色就是夏天，然后褐色是秋天，落叶的颜色，然后冬天就是那种冷色系这样子。那这个图就是108集陈柔颖的话108，
学妹画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就会在未来10年就会用这个封面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111跟112的封面的排版112的封面的排版还比较接近旧的这种方式，就是年代在左上角，然后后面就有一点变化，但是基本上好像有些资讯不见，比如说活动日期啊、活动地点的，之后我们再补上去好了。那没有关系，就是来延续到这边。然后我们的封面跟封底其实它是连续的图，就是如果你把整本书摊开来，它是长这样的，它长这样的。我记得今年的好像不是长这样，今年不是有 SDGs 的那个标嘛，上下标嘛，那个不是那个行政组的那个议题，不是议题，那个谁，那个一红，对不对？好像没关系啊，之后再修改啊，那种资料对不对？这好像是当初的草稿，最后定稿的好像有说修改，不过没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个一整个这13年来我们韩讯的封面的演变。其实这种收集整套的话，也是有蛮有成就感的。对啊，我个人就有一些小希望啊，都会告诉他们这些行政组说，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封面，然后出个10套，有没有？就是一套这样10年或者是12年，刚好12生肖之类的。就如果这个人你看他从国中参加嘛，对不对？然后他如果国3还能来参加，就对党的这一关，国3这一年。然后他高3这一年通常可以来，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因为已经考完试了，那个学测考完了，这样就有6本。然后大学4年都有来帮忙，就10本，刚好记录了一个历程10本。对，然后到他罗浮要结束之前，刚好可以拿到12本左右，刚好就12生肖凑一套这样子。这套书他可以摆出来。我记得那个谁啊，刘亦儒102有个学姐啊，102有一个我们102级的连队长，他就整套都有啊，大概前10年的整套他都有这样子，他就可以摆出来这样子就。但是说他在搬家的时候那一套摆出来，就看起来就是很有感动这样子。所以我也会希望说，我们的东西就是连所有的细节。有一句话叫什么？小题大做，对，小事小题目，但是我们要很慎重的、很很慎重的、很隆重的那种态度跟事情去做它，因为它是小事嘛，所以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完了。但是我们把它当成大事来办，小题大做，小题目用大的那种规格来做它，那可以顺便发展将来遇到大事的时候的能力。因为我手册随便印一印就好了。但是如果有这样去设计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罗浮都会开玩笑说，罗浮已经要变成第一团的 ABC 嘛，对，第一团，我们就要训练他们这些做事情的思维，不要只满足于把事情做完就好，能够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知道，原来封面设计它是有一些理念在流传的，而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的。那当然带到你自己的工作岗位态度上，你进到一个公司的体系的时候，你才要先去了解公司的文化，或者是它的发展的脉络，现在业务的发展改变的方向的脉络，然后你再去开始参与，才去开始去提你的想法或意见，而不要一开始就急着喊出口号来这样子。对，好，那这是我们13年来的那个手册封面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大家，还有谢谢这个金团长的邀请哈。我们是小镇做题家，对，我们就在三峡这个地方小镇嘛，咱们三峡活动团，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伙伴都，我觉得很感动了。就像若晴讲的，每次活动前大家都一样吧，就是不想去，我不想上班，不想。但是活动开始之后，就会看到伙伴开始聚集起来，那个能量跑出来的时候，就会很期待说，这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好，谢谢。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峡中的这一群伙伴哈，今天四位讲师，还有我们有另外一位来加持的哈，就是帮忙做说明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时间点好，现在是9点快50分了，我们大家先来个合影好吗？那合影完了之后，等一下有听到我声音吗？有不好意思，好，谢谢谢谢合影哟。好，那我们大家先来开镜头，先合影一下。那等合影完了之后，就来开放给大家 Q&A。先稍等我一下哦，我来调整一下哈。那我请穿的是团服吗？好，全部都在了吗？都准备好了吗？那我要来拍照喽。好，OK 咯。
稍等我一下下。居然是拿出相机拍荧幕，这太酷了吧！我以为是截图哎。要，一定要截图。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哦，等一下确认一下。哦，好，太好了，等于是 OK， 3、2、1，好，快速3、2、1，好，太好了。哎呦，不好意思，好，我的动作有一点跟大家没有同步哈，那我就再来一次，不好意思啊。好，来3、2、1，哎，等一下，中红团长的脸那边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好意思，哎，为什么都出现在？稍等我一下。哎，它怎么是画面有问题吗？还是位置怪怪的？好，我试看看3、2、1，因为你的脸那边都会有一个 mark。好，我再来看怎么处理。哎，好，这样还可以啊。来3、2、1。自己荧幕看起来没有哎。好，那我们 OK 的，我拍好了。那谢谢大家，非常。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